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最近很火的土豆面包。虽然是把外观做成了这种很可爱的土豆，但是里面的馅儿是用真土豆做的，还加入了芝士和火腿，做成了咸口的面包，相信大家肯定会更喜欢。首先来和面，是500克的高筋面粉里加入5克的酵母粉和30克的奶粉，先简单的搅拌一下。之后呢，再加入60克的白砂糖，240克的牛奶，再打入2个鸡蛋，大约每个60克，然后就把材料先揉成一个粗糙的面团。揉成粗糙的面团之后，再加入50克的黄油和2克的盐，然后再把面团揉光滑。如果家里有和面机的话，做起来会更方便。手揉面团加入黄油之后会有点粘手，像视频里这样揉上几分钟之后就好了。还有就是刚才用到的材料，像牛奶、鸡蛋这种液体的要用凉的，因为在揉面团的时候手会产生热量，很容易导致面团还没有揉好就已经发起来了，所以液体的材料要用凉的。不过现在是冬天啊，做面包要比夏天更容易一些。像视频里这样反复的稍微用点力气，把面团揉到比较光滑的时候，再用揉拉摔的方法，就像做拉面一样来揉。怎样去判断揉没揉好呢？就是揉到能轻松的拉长还不断就算好了，差不多已经能拉出粗模了，做大部分的家庭面包已经完全够用了。如果继续的再揉上几分钟，手模会变得更细，做出来的面包会更好，但是难度会越来越大，还比较费力气。其实没有太大必要，能揉到这个程度就已经够用了，大概20分钟以内就能揉好。之前也单独分享过一期很详细的如何手揉面团来做面包的视频，需要的朋友可以进入我的主页去看一下。那面团揉好之后，就放回到和面盆中盖起来，进行第一次醒发。趁着醒发的时间，再来制作一个简单好吃的土豆馅儿。是准备2到3个土豆，削掉皮切成块，放在锅中蒸熟。具体的重量等蒸熟了之后再称一下，大概是蒸15分钟左右就熟了。蒸熟之后的重量，这些大概有600克左右。取一个顺手的工具，趁热压成土豆泥。这一步很简单，但是土豆泥压好了之后得放凉了再进行下一步操作。那趁着土豆泥放凉的时间，可以再切点肉。视频中是切了一些煎熟的培根肉，培根煎熟之后会有一点烟熏肉的味道，配上土豆泥会非常的好吃。分量就根据自己的喜好随便放，但是要注意用的肉是生的，需要煎一下。如果是用的火腿这种直接可以吃的就不需要了。那等着土豆泥放凉了之后，先放点黑胡椒粉，我个人感觉可以多放一点。接着把刚才切好的培根的碎肉放进去，再加入100克的马苏里拉芝士，就是做披萨的那种。最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点盐，1到2克就行，不需要太咸。调拌均匀，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土豆馅就做好了。那为了方便一会儿做面包的时候好往里面包，可以提前把馅料先分一下，就平均分成15个。分好之后先放在冰箱里备用。那等面团醒发好了之后，就是看着面团醒发到体积翻倍。现在天气凉了醒发的会慢一些。手上抹点油，取出醒发好的面团，也不需要再揉了，直接分成15个面剂子，之后把面剂子再简单的团一下。那分好的面团会带点筋性，为了方便后面包馅儿，分好的面剂子再盖起来松弛个15分钟。15分钟之后，面剂子就变得软一些了，包上刚才准备好的土豆馅儿，生胚就做好了。
为了让做出来的面包更像土豆，包上馅儿之后啊，在表面沾上一层熟的黄豆粉和胡椒粉的混合物，其实对味道没有什么提升，只是这样烤出来的面包外观更像带着泥巴的土豆。如果家里没有熟的黄豆粉，可以用豆奶粉代替。包好之后，在表面用筷子凌乱的再扎上几下，就更像土豆了。之后就放在烤箱里进行第二次醒发。家里的烤箱有醒发加湿功能的会很方便，没有的话需要在烤箱里放一盘温水辅助一下，增加烤箱里的湿度，防止烤出来的面包发干。那第二次就醒发到4-5分就行，就是体积膨胀40%到50%，醒发的时间太长就不像土豆了。醒发好了之后，烤箱就立马升温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是把烤箱上火预热到18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，就是保证面包在中间烤12分钟左右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，温度降低5度。里面包的土豆馅儿都是熟的，只需要把外面的面皮烤熟就行了，所以不需要烤太长时间。那到这里，这道最近很火的土豆面包就做好了。由于家里的烤箱是平炉，如果是风炉啊，烤出来还会更像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